第二講劇場係科技嘅藝術啊嚇。咁劇場其實歷史都好悠久，但係劇場一路同科技嘅關係都好密切嘅。咁西方嘅劇場咧，早期嘅劇場咧，你會睇到去希臘嗰啲圓形嗰啲劇場咧，好多時候都係同咧 acoustic 聲音有關係嘅。因為你點解要圓形咧？就係你講嘢嗰陣時咧，啲人會聽得到啦，係咪？咁同埋西方嘅建築咧，基本上都係同東方或者同我哋中國嘅建築有好大嘅分別咧。尤其是劇場建築好大分別咧，就係西方係純希望用到一個劇場做一個空間出嚟嚇。咁所以佢係要用一個具體嘅建築物去創造一個空間喺裏邊。咁劇場喺西方嘅空間有幾種啦，一種就戶外嘅啦，一種咧後嚟你講羅馬就有嗰啲鬥獸場啦，係咪？大家睇嗰啲羅馬鬥都係一種表演，都係劇場嚟嘅。另外就開始亦都有教堂，其實教堂都係一個劇場嘅模式嚟嘅。好多教堂咧，佢都係個主要嘅設計咧，點解會係哥德式啊，或者唔同設計，都係要嚟俾傳道嘅時候咧，未有咪咧，嗰啲聲可以咧擴展開去嘅。另外一個咧，亦都係等大家喺一個教堂嘅空間嘅氛圍裏面咧，去感受到神嘅嘢，所以佢用好多光啦，用好多喺個聲音上面嘅嘢，所以都係一種劇場嘅效果嚟嘅。即係好多西方傳統嘅一啲宗教空間，尤其是教堂，係嘛？咁所以其實劇場本身咧，佢嘅功能咧都係隨住嗰個歷史社會嘅變化而演變嘅。當然最大嘅突破咧就係有電嘅出現啦。未有電出現之前咧，其實劇場咧都係嗰個變化咧都唔係好大嘅嚇，都係停留喺即係嗰幾個格式裏面。咁如果講翻我哋中國傳統咧，就更加特別啦。我哋中國好多時候個建築空間咧同西方係調翻轉嘅。我哋喺中國傳統嘅空間咧，就係成個世界都係我哋嘅空間。所以四合院咧，佢就係個天，即係個四合院嘅目的係將個天引入去個空間。就好多時候中國傳統你去紫禁，你去故宮啊，你去好多四合院建築咧，嗰個好多時候個空間嘅高潮咧就唔係在於好似西方咁，哇！你去聖伯多祿大教堂入去，哇！個空間好犀利，而唔係佢係將個天咧係融入咗一個空間裏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中國傳統表演藝術空間有幾種嘅。一種係比較係市民大眾，即係好似同宗教色彩濃厚啲嘅，譬如盂蘭節搭竹棚而做神功戲啦。係咪嗰種就係一種臨時性嘅建築啦？都係喺個大自然裏邊嘅喎。譬如你話去南丫島，你去睇人哋起好多海邊咧，起咗一個竹棚嘅劇場出嚟。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你去蘇州庭園咧，早期嘅昆劇咧，其實有少少似卡拉 OK 嘅喎，即係話嗰啲文人雅士咧自己演埋一份，一路念詩一路唱咁樣喺個庭園裏邊咧就遊園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本身咧嗰個中國嗰個傳統嘅所謂劇場空間嘅類型咧，同西方係有分別嘅，因為佢本身嗰個表演嘅方式係好唔同，係嘛？有茶館啊，後尾你有茶館，啲人就去茶館嗰度咧，就一路飲茶，一路睇人做戲、説書啊。説書其實即係收音機啦，係咪？收音機講古仔俾你聽啊，講《三國演義》啊咁樣。咁所以佢本身咧係有好多所謂同當陣時市民生活係有關嘅。但係中國傳統嗰個一個所謂你去到講緊皇家貴族，譬如你去北京故宮睇嗰啲戲劇表演京戲嘅地方咧，好得意喎，全部都係半戶外喎，半露天喎，就唔係西方咁咧。我起個歌劇院出嚟咁樣。你去睇譬如話慈禧拜大壽起整咗個戲棚，就係幾層樓高喎，裏邊有好多人喺度飛天啊、遁地啊嗰啲咁樣喎，有好多特效喎。但係佢都唔係喺一個所謂室內嘅空間做半戶內嘅。另外好出名皇帝即係嘅 game room 咧，乾隆、康熙有 game room 噶嘛。咁我啲 game room 裏邊咧都有個電視，但係個電視係個舞台，一個小舞台。咁裏邊就有啲演員喺度做戲俾皇上睇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表演空間咧，喺嗰個東方西方咧，其實就東方好多時候咧係半戶外嘅，甚至你去泰國、越南
馬來西亞咧好多或者巴厘島好多演出咧都係戶外同埋群眾可以參與嘅，即係一齊去參加一個巡遊啊咁樣。咁啊同西方巡遊都有，但係西方咧就嗰個好着重咧嗰個所謂點樣將嗰個表演空間控制住喺一個建築物裏邊啊，所以佢有好多音樂廳啊，佢有好多劇院都係咧要起一個空間出嚟，而東方就好唔一樣啦。咁啊，去到有電出現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嘅突破。有電出現咗之後咧，就影響咗成個劇場嘅設計啦，亦都影響咗表演藝術嗰個傳播啊。即係以前表演藝術咧，一定要見到個人先得嘅，但係有咗電之後咧，你就可以有電台啦，你可以透過電台去傳播你嘅聲音啦。跟住你有電影啦，你可以將呢一啲表演複製啦，變成一啲電影喺好多唔同嘅電影院放啦。以前你一定要見到個真人先得噶嘛，而家唔使噶嘛，嗰陣時唔使噶嘛。咁後嚟有電視啊，仲犀利咧，就可以 real time 即時將嗰啲嘢傳播出去。咁而家 YouTube 啊嗰啲仲犀利，即係話你中意即時又得，你中意即時完咗之後咧，隨時隨地啊，冇時空嘅限制都可以睇到。咁所以呢個就係電出現咗之後咧，產生嘅科技咧，影響咗個傳遞嘅信息。咁但係翻到去劇場建築咧，亦都係喎，有好大嘅影響啦。即係話你可以出現咗一啲更加大嘅所謂即係大型嘅演唱會啦。即係你講，譬如你話好出名即係60年代胡士托 Woodstock 咁樣，或者你講 Beatles 就食正呢個水位啦。就係 Beatles 點解會成功咧？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佢配合到科技。嗰陣時嘅科技咧，啱啱收音機好發達啦。嗰陣時嘅音響器材嘅技術咧，亦都開始咧係越嚟越 affordable 啊！即係好似而家咁，早期手機大哥大唔係人人都俾得錢啲買噶嘛，係咪？咁而家咧就千零蚊買個小米都得啊嘛。咁其實60年代啱啱咧好多音響器材咧，其實50年代嘅時候咧好貴嘅，唔係普通家庭啊可以咧買得起。60年代咧買唱盤、唱機、買音響器材咧好容易買。咁於是乎咧，即係 Beatles 啲音樂咧嗰個擴散性係勁好多，仲有收音機嘅配合。就即係類似我哋而家嘅 KOL 嘅情況，其實嗰個類似係好類似嘅，但係只不過我哋要了解咧，就係嗰個信息同嗰個技術之間嘅關係咧，我哋先掌握得到咧，究竟嗰個藝術嗰個演變會係點樣？咁所以嗰個劇場嘅設計咧，亦都係越嚟越大啦。跟住你就出現一啲所謂德國式嘅歌劇院啦，喺70年代起咗幾個，就係要嚟專係要做 Wagner 嘅華格納嘅嚇。華格納就要講好，即係要好宏大啊，嗰啲聲好犀利啊咁樣。咁啊，其實香港都有一個德式嘅歌劇院，個文化中心都係一個德式嘅歌劇院嚟嘅喎。甚至乎而家好多新起嘅亞洲地區，你講台灣嘅國家。嗰個戲劇廳啊，好多都係咧，係呢個德式嘅巨型歌劇院，因為佢技術上得啊嘛。佢亦都可以做到好多舞台裝置啦、trap door 啦、吊杆又可以好多啦、吊好多燈啦。咁同埋因為電力嗰個越嚟越犀利啊，嗰個電嘅效能亦都可以控制到電嘅效能。所以一個劇場其實最重要咧，當代劇最重要係電啊！你啲電嘅質素好唔好？所以好多時候咧，劇場裏邊咧一定會另外整一個火牛室咧去控制佢個電量，因為我哋要用大量嘅電係嘛。咁但係當然發展到而家有 LED 出現咧，又出現咗個逆轉啦，就係因為 LED 用電量少好多嘛，少差不多8成9成嘅，所以佢需要個耗電量細咗咧，變咗個電嗰個需求咧就會細咗，但係電嘅質素都要好。咩叫電嘅質素咧？就係電咧要穩定啦，即係佢唔可以咁跳下跳下咁樣，即係好似我哋手機嘅 signal 咧要穩定先好嘅。電都係一樣，如果你嘅電流咧唔穩定咧，經常有一個所謂嘅變化咧，其實就對嗰個本身啲器材都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哋睇到60年代咧，基本上有好多新嘅巨型劇院，跟住亦都有音樂廳嘅出現。嗰個音樂廳咧，其實傳統嘅音樂廳咧都係所謂鞋盒型啊 shoebox 咁樣，甚至話你去維也納，即係最出名嗰啲廳咁樣咧。咁但係後尾因為有電腦科，啲人就計數啦，即係因為西方音樂咧同中國音樂好唔同嘅。中國音樂好多時候係內在嘅，好多時候係譬如彈古琴啊，好多嗰啲咧就彈俾自己感受嘅。而表演嗰啲咧，通常都係一啲茶館啊，或者係甚至乎鑼鼓啊，大型嘅慶典啊咁樣。咁但係西方咧嗰個音頻咧，自從巴哈之後咧就 keep 住喺中間啊嘛。但係中國音樂或者東方音樂有特色咧，就係佢可以好低音，亦都係好高音嘅。同埋因為好多時候中國嘅戲曲啊，即係嗰個
音樂同埋唱咧係結合嘅，就冇乜點樣分，即係唔係點樣分咯？唔係西方呢個歌劇，呢個係管弦樂咁樣樣。即係管弦樂呢個 concept 係好西方嘅，咁所以佢哋追求緊咧嗰個音質咧，好多時候個空間咧就係要反彈啊，即係話個聲音點樣反彈。但係中國音樂或者東方音樂咧就係擴散嘅，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喺四合院裏面做啦，佢就唔係喺一個所謂 confine 咗嘅冚咗個盒裏面做咯。咁所以喺個科技上邊咧，隨住嗰個電腦科技或者嗰個西方建築工程科技嘅演變咧，就衍生咗好多新類型嘅音樂廳，就係話點樣有一啲所謂 acquisition 啊，即係音，即係未必唔係音響設計啊，而係一個聲音設計師，即係個聲音設計咧就係你點樣去設計一個空間。佢哋以前哥德式嘅空間咧，就係佢可以將啲聲音擴散，你覺得好似你可好多又唔係回音，你覺得個聲音唔同咗嘅，係嘛？但係而家仲有一個新嘅嘢就係話，除咗個空間之外咧，就係嗰個音響技術啦，即係話個咪。咁你點解流行音樂可以越嚟越感染力咁強咧？就係因為你配合咗音響嘅科技咧，你可以聽到嘅聲音咧係比正常大好多嘅嚇。譬如你話 rock 咁樣樣，你如果 rock 冇咗啲音響啊唔掂噶嘛，但係有咗音響先得噶嘛。即係你冇咗吉他 mon 嗰啲電吉他就唔掂噶啦嘛。咁所以因為有咗電咧，好多流行音樂咧、電子音樂啊呢啲新嘅形式就出現咗啦。咁佢亦都令到嗰個音樂嗰個感染力係強好多嘅。咁啊，直至到最近嘅發展咧，就係話因為以前做音響設計咧，好多時候都係集中喺中間嗰個位啊，所以好多啲音響咧就低音啊或者高音嗰啲咧，就其實唔係好重視。但係近呢20年嘅演變咧，就因為隨住嗰個音樂工業嗰個多元化，即係多咗好多人聽電子音樂啦。譬如電子音樂早期都係好 niche 噶嘛，但係多咗電子音樂，所以啲人要求低頻係多咗嘅，或者嗰個高頻亦都多咗嘅。咁所以喺個音響器材嗰度咧，亦都開始出現咗好多即係唔同嘅一啲演變。咁點樣影響劇場設計咧？就譬如話，我舉個例，以前做話劇，點解以前譬如鍾景輝式嘅話劇一定要好 expression？即係我哋覺得表現住，即係話，我要講，即係要講到好大聲嘅，即係羅密歐與，即係要有一種好表現性嘅，即係表達性好強嘅一樣嘢，要講到好大聲，同埋一定要逐個字去講，啲人先聽得明咁樣。就因為咧，你未有咪啊嘛，你未有咪咧，你以前譬如去北京人藝睇嗰啲，好多時候好得意喎，全部都係學京劇嘅喎。咁佢哋把聲夠勁啊嘛，所以佢啲聲可以project 到出去啦，即係你坐好遠都聽到佢把聲嘅。咁所以以前做話劇冇有咪之前咧，你就要好大聲先至得嚇，你就唔可以細細。但係有咗咪之後咧，就開始唔同啦。當然有個轉接期啦，中間咧有咪咧都有個問題嘅，就係因為早期啲咪咧，佢淨係收到中間嗰橛，就好多比較即係細聲啲、低頻啲收唔到咧，而嗰個音響嘅音箱又配合唔到，所以聽出嚟咧係得個大聲咯。即係好 mono 咁咯，咁但係因為而家有 stereo 啊，又有唔知乜嘢 soundscape 啊，你其實就可以聽到得嚟好舒服。咁亦都影響咗表演喎，即係而家演話劇，譬如我哋進念或者好早期，即係10幾20年前都開始試咧，就係點樣用個咪去表演咧，係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細緻嘅效果。即係啲話劇演員係唔需要咧，即係好大聲。咁呢個就要好嘅音響工程師啦。即係就好似而家咁，譬如你話，好多大歌星，陳奕迅開演唱會，其實最重要係邊個啊？佢最重要啦，但係嗰個音響工程師都好重要，因為音響工程師咧係影響到佢個聽到啲乜嘅喎，影響到聽到乜，影響佢點唱喎。所以個音響工程師同個技術咧係好重要嘅嗰個關係，係嘛？咁所以你有咗呢啲咁嘅新嘅話筒設計之後咧，就會影響嗰個表演啦。你就可以做到啲電影感重啲嘅話劇啦。即係話嗰個你唔需要下下都係哇，好似即係要好大聲、要好激動先得。你可以做到啲好細緻嘅嘢啦，嚇。咁然之後你有投影啦，你有燈光啦。咁早期嘅燈光咧就係燈光啦、光啦，但係後尾有電腦燈啦，啲燈識喐啦，跟住你可以控制啲電腦燈啦。咁跟住你有投影啦，投影你可以有影像啦，可以做一啲即係模擬，譬如你揸緊車唔使電影做到啦，係嘛？咁甚至乎你可以現場拍低嗰個人嘅表演打翻出嚟啦，睇到佢個表情啦。咁好多演唱會啊都應用緊好多嗰啲嘢㗎啦。咁所以其實因為劇場係一個
total experience，一個整全性。點解啲人去劇場咧？就因為你去到劇場，你係個空間或者個經驗喺屋企冇，佢先會去啊嘛。咁你有個過程㗎嘛？咁呢個過程你點樣去設計，令到佢有一個特別嘅嘢咧？咁但係你話我哋最近即係所謂疫情出現咗之後，其實都影響咗我哋觀賞嘅模式㗎。我哋多咗留喺屋企睇，或者你有 VR headset，你有好多新嘅嘢。咁劇場仲有咩意思咧？當然仲有啦。劇場其實係不斷咁演變嘅。佢係冇固定嘅，即係你未有Broadway 之前，咁佢係另外一種功能啊嘛，傳教啊，係嘛？或者係教育嘅功能啊嘛，或者你睇好多lecture theatre，其實都有個 theatre 呢個字啊嘛，你好多嗰啲大學裏邊，其實教學都係一種表演嚟㗎，係咪？只不過而家嗰個新嘅科技就將呢個表演嘅平台移咗上去 YouTube，移咗上去其他地方，但係真實嘅劇場係咪都有需要？都係有需要嘅。就變咗係個挑戰啦，就係我哋劇場工作者咧，點樣去重新界定咧？係喺劇場裏邊做啲乜嘢？嚇，做啲乜嘢？係做一啲咩內容？我覺得嗰個係真係挑戰，同埋一個想法係點樣樣可以？譬如你話 TED Talk 其實係一種劇場嚟嘅喎，都係一個獨腳戲嚟㗎嘛，一個人喺度咁樣即係行嚟講一個意念十幾分鐘，好似我而家咁，都係好似啲 TED Talk 咁嘅啫嘛，係咪？咁佢係好成功㗎嘛，佢可以做到好多教育嘅功能。係咪劇場應該將來除咗娛樂之外，有多啲加強嘅教育嘅功能？因為學校都係劇場嚟㗎嘛，學生一定要返學㗎嘛，返到學校嗰個經驗嘅課室係咪可以將佢變咗做劇場咧？係咪課室嘅設計變成一個劇場咁咧？每一間學校都有一個大嘅劇場、小嘅劇場、中嘅劇場嚇，或者係一啲好似排練廳咁樣嘅模式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未來我哋嘅挑戰同埋應該要去考慮嘅。